有缘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把一些少年老成的人叫做老灵魂。这个老灵魂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一个老灵魂吗？如果你是的话，那么它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灵魂英文叫 soul。那么无论是在东方的文明还是西方的文明中，都有一种轮回转世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是永恒的，它是不断地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存在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的肉身只不过是一个灵魂的载体，肉身一生一世都会变化，一生一世都会结束，但是这个灵魂是永生的，而且它是反复转世的。那么所谓的老灵魂，那肯定就是指那些这个灵魂产生的年代非常久远，经历了很多人的生生世世，才走到了今天，我们就把它叫做老灵魂。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就肯定有很多的特点和特殊的表现。人们因不同的轮回次数，学到的人生经验也就不同，所以人类的灵魂大体可分成婴儿灵、幼年灵、青年灵、成熟灵、老年灵、超自然灵及无限灵等7大类。在此大约描述和人类关系较密切的5个阶段灵魂所显现最主要的行为、思想与观念。1. 婴儿灵，由于轮回次数比较少，总体人生经验不多，他们往往降生在诸如原始部落或大城市的贫民区。许多婴儿灵魂的人对人生的种种道德规范不熟悉，所以往往通过犯罪来学习。他们对大都市的复杂体系惶恐不安，他们认自己为 me， 别人为 not me， 所以可以不把别人当生命，可以把别人当作物体。由于内心充满恐惧，他们的信条就是 Let's not do it。 这是生存的最初阶层，以物质界之人类形式为定向。婴儿灵天生抱持恐惧，为了习于物质生活，往往寻求经验的极端，以一种我与非我的模式体验生命，而且他们的世界充满迷信。婴儿灵墨守成规，靠强记学习，会寻求较老而有经验的灵魂指导，不会提出质疑或做哲学性的探讨，宁愿绝对服从于领导的权威。婴儿灵无法忍受复杂的都市社会，宁可选择小部落或人迹罕至的环境来学习基本的生存法则。而幼年灵积攒了一些人生经验，他们的处境比婴儿灵魂要好一些。这些人循规蹈矩，迫切需要遵循一些社会所规定的信条，在一个等级严格、规范完全的地方，他们会感到自在。他们比较害怕一切接触，眼神的接触，身体的接触。他们和人交往保持一定距离，缺乏人际交往时的那种游刃有余的世故和圆滑。他们的思维走极端，黑白分明，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缺少中间地带。和婴儿灵一样，
他们生活在血缘关系圈中，当生活中出现问题时，他们不是找自己的原因，而是埋怨外在的邪恶势力。他们的信条是 Do it right or not at all。他们和正确的人交往，以正确的方式做事。由于迷信权威，他们经常规劝孩子在学校要绝对服从老师的管教。他们认自己为 me， 他人为 many other mes， 所以他们希望别人和他们一样。他们不知道怎样与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交往，所以他们只和相似的人交往，形成小圈子，排斥和他们不一样的宗教、文化、政党、社会地位。大多数种族分子来自此灵魂圈。网上的愤青也一样。幼年龄因已熟知基本的生存，一心开始要发展建立社会所需要的规则与架构，因此以律法和秩序为取向，喜欢透过经验来考验所设立的社会法则，进而发展其道德良知，以我与其他的我模式认知生命，追求且看重绝对的较高权威，以提供一个具有意义的生活背景。宗教属极端的教理与正统，传统在生活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打破传统往往遭遇可怕的后果。3. 青年龄，由于更多的轮回，积累了足够的人生经验，青年灵魂开始着手征服物质世界。他们雄心勃勃，意气风发，不断地向上爬，向前进。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追求物质成功，为了物质和权力，他们成了工作狂。他们建立了经济帝国，他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他们能够区分我和你，同时尽力要把你转化成我。如果在商业和经济中不能征服你，就用战争来取代。他们的信条就是 You do it my way。 他们接受教育是为了竞争，夺得第一名比学到了什么要重要的多。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智力洋洋得意，急于加入各种俱乐部和协会来证明自己。他们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证书，他们要争取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名贵的衣服，但是他们缺乏艺术想象和创造力，机械形式，所以他们会剽窃和抄袭更成熟的艺术家的作品，达到挣钱目的。北美可以说是青年灵魂的天堂，众多的肥皂剧和无聊的好莱坞大片满足了众多青年龄的口味。青年龄因已然熟悉世故，热衷于玩物质游戏，追求权力、出众、名声、财富与健康，祈求在各种运动、比赛和学术研究上达到人类成就之高载。对生命的认知是我和你，我将赢过你，极力讲求外在，并且将外在追求发展到了极致。当进展到最后时，开始会对自己的行为省思并质疑我是谁。不过往往过度把焦点投注于外在事物的幻想，以致在自我了解方面进展无多。
他认为亚历山大大帝以及埃及女王克利奥佩托皆属青年龄。4. 成熟龄。在经过了青年灵魂的外在物质世界的征服后，内在心灵世界开始浮现。成熟灵魂不再像青年灵魂那样向外看和向前看，他们开始向后和向内看。他们的内心情感汹涌不定，有时候会产生心理问题。他们想要理解一切，他们学习是因为他们想了解，而不是像青年灵魂那样为了职业和竞争。他们一生都处在一种寻求状态，所谓找到自我，表现自我，这是所有灵魂中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他们多愁善感，经常被困扰。许多人寻求心理或信仰治疗。我们把我和他人统统归类成我们，真是他人的感觉和意见。他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事。为了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争取更多的朋友，他们有时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成熟灵魂有高度的道德感，他们关心这个星球，关心大众的问题和困难，关心自己的健康和成长。如果说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青年灵魂的天堂，那么社会主义则是成熟灵魂的理想。如果成熟灵魂做老板，相对于公司的利润，他会更关心员工的冷暖，他们更关心大问题，比如人生的意义、宇宙、玄学等等。他们有很强的直觉力和高度的幽默感，经常笑。他们找对象不是为了通常的社会婚姻模式，而是为了爱。他们对人生经验开放，没有教条和限制。奇怪的是，成熟灵往往心甘情愿地被占据政府要职的青年灵魂所统治。成熟灵是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主要贡献者，他们拥有高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在科学、政治、宗教、经济、艺术、哲学还是经济，他们比青年灵魂更加重视生活的精神层面。成熟灵的文艺界代表迈克尔·杰克逊、布鲁斯·施普林斯汀、保罗·麦卡特尼、赫利·尼尔、马多纳、芭芭拉·史翠珊、玛丽莲·梦露、迈克尔·道格拉斯、伊丽莎白·泰勒、杰克·尼科尔森、简·方达等。成熟灵是整个灵魂阶层的青春期，认知力与整体的觉知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转向内省，并且对于事物开始反映出自己的觉知，结果带出人生哲学，也带来真正心灵觉知的开端。对生命的认知是你和我同等，我能体会你内在的感受，心理界限放松，有时意味个性的突破，具有强烈的情感，专心一意于与他人维系热情而持久关系，向往平静与和平，舍弃组织化的宗教，另寻适合自己的导师，常遭误解并且无法与当代文化脚步取得一致。
宁可寻求较老灵魂的了解与支持。在人类的知识与了解方面屡屡有莫大贡献。5. 老年龄，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但是由于太多的轮回体验，他们已经有些疲厌。他们乐于把他们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传授给一些学生，但只是少数学生。他们并不像成熟灵魂那样还热衷于地球和人类社会，他们还完了大多数的业债，享受着平静的生活，准备离开这个物质存在了。对于人类社会，他们更像是观望者，他们是如此的才华出众，以至于社会大众不能了解他们。同时他们也不想花精力让大众了解。他们的宗旨是 Live and let live， 我行我素，甚至无视社会规范。这当然要引起循规蹈矩的少年龄和追求物质，和大众一致的青年龄的不解和不满。他们寻找同伴，往往是寻找和他们同一精神世界的位友，找伴侣也是找灵魂伴侣。老年龄没有什么执着，所以什么都看得开。他们也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困扰，因为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在过去被解决了。他们对世界上的事情，自己内心的事情都很明白。但是许多老灵魂觉得生活很无聊，毕竟所有的游戏都玩过了。老年龄很容易和人相处，引起年轻灵魂骚动不安的情景。老灵魂可以处之泰然，顺其自然是老灵魂的准则。他们天生具有种种良好品德，宽容别人的错误，一般人身上的仇恨、嫉妒等情感在他们身上不存在。老年龄有一种和宇宙万物相融相通的感觉，他们的眼神直接而有穿透力，仿佛告诉被试者他什么都知道。他们似乎不呈现极端的男性或女性，阴阳二性在他们内在中和了。老年龄有几分像儿童，他不加批判地接受生活中的一切，他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他不会被不合适的东西所愚弄。老年龄代表人物：作曲家巴赫，小说家马克·吐温，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神秘家葛吉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等等。老年龄一方面他们走退路，随意而懒散，而另一方面则加速心灵探讨的脚步，不再积极追求成就，而一心准备迎接死亡。内心活动却极热络，禅于官能享受，独立，往往相当孤僻，具有才华、睿智。为了方便追求自己的研修方式，常常规避传统的教育形式。对世界的认知是你和我同属某个更伟大之物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轮回过的，老灵魂就是可能轮回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可能在前世已经有过一定的修行基础。他现在来这里只是为了再完成某些任务，那如何去判断自己是不是老灵魂呢？轮回是心灵能量的进化及成长过程。有些人直觉地感受生命中可反映能量年纪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灵魂。
许多我们这辈子的个性、经历及能力都反映出我们是否曾经居住在地球上。我们越成熟，在某些领域里越有天赋，我们就会越常有心灵感应。其实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曾经投胎转世，只是有些人投胎转世了比较多个轮回，因此有许多下列的经历。老灵魂 Old Soul， 从字面上看就知道是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存在很久的灵魂，在现实是拥有超越其实际年龄的成熟和对世界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他们并不是来自于任何的星际，而是一直生活在地球上。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和对生命的独特看法，使他们在众人中显得与众不同。这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能够看到事物表面之下的深层次含义。他们可能会感觉自己属于不同的时间或地点，或者与生活有着别人看不见的深层联系。老灵魂拥有的不仅是智慧和深度，还有强烈的同理心和超强的理解力，这使得他们能够以独特的方式驾驭这个世界。然而，这样的特质有时也会让他们在很多人眼里显得另类，甚至不可理喻，但这正是老灵魂的魅力所在，他们的不同寻常。你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是否曾经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看到了表面之外的东西？或许你会有一种属于不同时间或地点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另类的连结感，或者能感受到生活更深层次的一种联系。那么你或许是一个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很久很久的老灵魂，拥有智慧，拥有深度和对生活以及生命的独特看法。请不用因为自己是地球的老灵魂而不是来自星际而感到忧伤。你要知道，地球的老灵魂会以同理心和超强的理解力去驾驭这个世界，而这就是让他们与众不同的原因。而且他们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另类，甚至不可理喻。老灵魂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内心深处的真理究竟是什么？老灵魂 Old Soul 从另一世俗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指那些表现出似乎远远超出其年龄的成熟，并拥有对世界变化深刻理解的人。他们因其内省的天性和对人类状况的深刻洞察而不走寻常路。他们经常会经历一种与当代世界脱节的感觉，会感觉自己与某种永恒存在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连接的状态。在生活中，他们拥有很强的同理心、智力和直觉，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同理心和内省的意识来感知生活。他们的智慧似乎超越了实际年龄，这种智慧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一世的积累，而是来自于无数轮回中所积累的感悟，而所有这一切都深深植根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活挑战的态度中。那么，如何知道你是一位老灵魂？老灵魂拥有哪些特质呢？第一特质，经常会自主地想要探索生活的深度。如果你是一个老灵魂，
你的兴趣往往会超越了世俗的概念，你会发现自己很自然地被那些探索生活深层方面的话题和对话所吸引。哲学、灵性和人类存在的奥秘，类似这样常常占据你的思想。这不仅仅是求知欲，在更深层次上理解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是一种渴望，刻在骨子里的需求。第二个特质，对肤浅形式不感冒。在某个层面，这也代表你并不热衷于那种肤浅的生活形式和人与人的互动，这在你选择书籍、电影，甚至你的朋友圈中都很明显。你更有可能去参与一些活动，丰富你对世界的理解和你在其中的位置。这种倾向往往会让你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因为你会寻求能带来成长和洞察力的有意义的经历。当然，这种深度也反映在你面对生活挑战的方式上，你倾向于去寻找潜在的原因，以及探索事物发展后对人类生命长期的影响，而不是寻求快速的解决方案。第三个特质，拥有一种天生的智慧。不仅如此，老灵魂因为经历过无数的轮回，所以通常从小就具有天生的智慧，但这种智慧往往会被现实所嘲讽。就比如，老灵魂很难适应应试教育的环境，因为他们会经常质疑所谓的标准答案。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孩子很聪明，但就是不好好读书。这也造成了通常老灵魂的童年都不怎么好过，而且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心态不符合实际年龄，像一个年轻身体里的老灵魂。这种智慧不仅仅是关于知识的储备或智商，它通常是关于用个人感悟经验的方式来理解生活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老灵魂，你会经常发现自己给那些比你年长的人提供指导和建议，他们也尊重你的见解。或许你从很小的时候起，你可能就被周围的成年人描述为成熟。你看待问题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在同龄人中是很少见的。这种智慧能让你以冷静沉着的态度度过人生的起起落落。然而，这种智慧有时会让你觉得是一种负担，就像刚才提到的，你可能会觉得和你周围的人或环境有点脱节，他们可能不会分享或理解你的观点。然而，你的智慧是一种天赋，让你以有意义的方式为世界和周围人的生活做出积极的贡献。第四特质，和万物有很深的连接。作为一个老灵魂，同理心不仅仅是你拥有的一种特质，同时这也是你认识自己的特质。你会展现出一种天生就富有同情他人的能力，能强烈地感受他人的情绪，所以你与周围的人可以更深层次上建立一种连接，而且你通常可以在对方表达之前就能感觉到他们的需求，而善解人意的天性使你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所以人群自然会被你吸引。
因为他们在你面前感到被关注和被理解。在这里我要提到一点，这种联系其实已经超越了人类，因为你还会感受到与动物和自然的深厚联系，感受到所有生命的相互联系。听上去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感知力，但这种感知力有时会让你不知所措，因为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承担了他人的情感负担，而且这不是一个人的情感负担，是一个集体、一个国家的子民，乃至整个地球人类的情感负担。这会让你感到精疲力竭，甚至痛苦。所以学会平衡自己的同理心和关爱自己，对于老灵魂的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让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不会迷失自我。第5特质，对物质追求并不感兴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明显不同于典型的物质主义的观点？你会在人生的某一个点突然意识到追求地位、个人成就或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没有什么价值。对你来说，真正的财富存在于经历、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中。这种观点往往会让你在一个看重物质成功的社会中脱颖而出。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各位，这种对物质主义的不感兴趣并不是说你对物质反感，或对舒适感或物质的蔑视。相反，它源于你的生命意义的理解。在你的观念中，幸福和富足是买不到的，比起最新的新潮玩意或时尚潮流，你更有可能把钱花在旅行、学习或丰富灵魂的经历上。你的选择反映了对生命深层意义的渴望，而不是暂时的满足。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你的生活方式选择有时会让你周围那些优先考虑物质成功的人感到困惑。如果很不幸你的伴侣恰好是这类以物质成功为导向，那么婚姻内的纷争是在所难免的。但请记住，如果你处于这种关系，你不必去改变对方的观点，因为你无法改变对方，你只需要成为自己。有一天你就会意识到没有必要再争执下去，你会越来越关注非物质的满足感和内心的平静。即便在这个物质驱动的世界，那又如何？第6特质，喜欢独处和沉思。独处对你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会非常珍惜独处的时光，因为它会给你提供了反思、充电和与内心自我联系的机会。这种对独处的热爱通常在生命的早期表现出来。你可能是一个喜欢独自玩耍的孩子，或者是一个喜欢安静沉思而不是社交聚会的青少年。当然，你的这种独处并不意味着孤独或反社会倾向，相反，正是在这些安静的时刻，你才能进行最好的思考和自我发现。你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生活的奥秘，自我反省，或者只是享受与你的思想独处所带来的平静。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复杂的时代，所以你需要学会如何平衡你对独处的需求和社交互动的需求。
即便这会带来一定的挑战。第7特质，欣赏过去的历史。你经常感到与过去的时光有强烈的连结感，这可能表现为对历史的兴趣，对古董物品的热爱，或者对早期音乐和艺术的偏好。你会对这些时代产生一种无法解释的怀旧之情，仿佛你的一部分属于他们。这种对人类过往时代的亲近感不仅仅是一种迷恋，这是对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美学和生活节奏的深刻共鸣。你可能会发现现代生活过于忙碌或肤浅，感觉更像过去的简单和真实。你对过去的欣赏丰富了你对现在的理解，它为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活视角，让你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并将其应用于当代的情况。这种与过去的联系是你是一个老灵魂本质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第8特质，跟随心而行动。你的决定和行动来自于你的内心指引，同情、善良和真诚的愿望一直在引导着你。这种发自内心的生活方式也意味着你会在做决定前优先会考这是否是一种善行，而不是逻辑上或社会上期望的事情或结果。而这种发自内心的生活方式有时会让你与一个往往重视逻辑和实用性而不是情感的世界发生冲突，然而它也能让你建立真实的联系，做出对你内心真实的选择。第9特质，在人群中寻找有意义的关系。作为一个老灵魂，你非常重视自己周围关系的深度和质量，而不是数量。你周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酒肉朋友，肤浅的交往或泛泛之交根本不能满足你，因为你一直都会渴望具有丰富、深刻、有意义的关系。你希望你和他人的谈话会经常涉及生命、梦想、灵性、宗教和哲学等话题，而不是日常的闲聊。日常闲聊对你来说是一件耗费精力的事情，这样会导致你如果不得不要参加一个社交聚会，你通常会先静静地观察，而不是主动参与，因为你知道形成这些深层联系需要时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与你的强烈程度产生共鸣，这有时会导致孤独感或被误解。然而，当你找到那些与你的深度相连接的人时，这种关系是非常有益和持久的。第10个特质，喜欢哲学和冥想。你是否会觉察到自己经常会去思考人生、存在和生命等问题？天外有什么？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死亡或许是一种开始，它为何会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为何人要如此匆忙？等等。其实，这种自我内省倾向常常会引导你去探索各种哲学、精神灵性道路，以寻找答案。这种沉思的天性有时会让你看起来很疏远现实生活，所以在别人眼里，你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然而，正是这种品质本质上是让你可以对生活有了独特的见解和视角，
并深入地理解和接受生活的复杂性。第11个特质，你乐于与众不同。作为一个老灵魂，你会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场，一种独特性。你在人生某一个阶段会突然开始，通常是遭遇过一连串事件后，不想受时代潮流影响或生活压力的影响，想要走自己的路，即使这意味着与时代和集体意识背道而驰。你对与众不同的舒适感会延伸到了你的价值观、兴趣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你会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观念，即使它不受欢迎，但就是因为你这种独特性或者说是风格，你会吸引到很多真正从欣赏你真实性格的人群。第12个特质，经常被视为他人的导师。毕竟你是一个老灵魂，你的灵魂在这个地球上待了太久了，所以在很多轮回中，你成为一名老师或导师仿佛是命中注定，因为你会很自然地在生活的人际关系中扮演了一个顾问的角色，甚至你天生就是为了成为他人导师而存在的。即便你内心对这个身份不以为然，但人们依然会被你的智慧所吸引，经常在各种事情上征求你的意见，而且你提供建议的能力不仅基于你自身轮回和现实中积累的感悟智慧，同时还基于你的同理心，你能理解别人的处境，所以你的建议会让人感觉既富有洞察力又富有同情心。当然，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因为整个角色会导致你在满足他人的同时，也背负上来自他人的情感负担，所以要多去净化自己。第13个特质，倾向于平静简单的生活。在当下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你会发现自己会被平静和简单的生活所吸引。你喜欢更安静、更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你不喜欢大城市的喧闹，即便此刻的你在大城市居住或工作，但你非常的清楚，你内心渴望搬离这里，回归乡下，去小城市，去大自然环绕的地方等等。你理想的环境是一个你可以享受简单快乐的地方，一本好书，周围是大自然，可以有意义的谈话，或者冥想独处。你对这种平静生活的偏好，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在简单中找到快乐和满足。因为经历了无数轮回，你已经明白，生命中最丰富的时刻往往是在最简单的包装中出现的。第14个特质，会有一种怀旧的感觉，热衷于复古。你经常会对你从未经历过的时期产生一种怀旧感，这可能表现为对某些老式穿着或传统艺术形式的迷恋。复古这词在你身上经常会体现出来，就好像你的灵魂记得这些时光，创造了一个你今生从未知道的时代的渴望。你可能会经常去逛二手超市或古玩店，当大家都开着电动汽车的时候，你可能会去买一辆老爷大众面包车或一辆复古摩托车，
这种怀旧会让你觉得与现在格格不入，仿佛你的一部分属于另一个时代。然而，它也通过对历史和传统的独特欣赏，丰富了你的生活，加深了你对世界文化和时间的理解。第15个特质，能感觉到与自然和宇宙的强烈连接。你经常会感受到一种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深刻感觉，在这种感觉中，你会找到慰藉和智慧，甚至这种联系会延伸到与宇宙极其维度，你会体验到更广泛的一体感。这种感觉通常会让你开始质疑传统宗教的教义，并开始想要超越这些教义。在你看来，所有人类的宗教体系是一种人为的枷锁，一种相互对立的存在，所以你会不仅把自己看作一个个体，而且会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这种对宇宙的理解塑造了你的世界观、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你与他人和环境的互动，也导致你坚信人类最终会抛弃身份和宗教信仰。第16个特质，倾向于存在主义。你的思想经常游离到诸如存在的意义、意识的本质或宇宙的奥秘之类的话题上。这种存在主义思维不是关于忧郁或过于严肃，而是你寻求理解的自然过程。这种倾向会让你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因为这本就是老灵魂的性格。它让你带着一种深度感和使命感接近生活，不断寻求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世界。第17个特质，不太容易慌张。毕竟你是一个老灵魂，所以你不容易被小问题或日常烦恼所困扰。你倾向于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生活中的挑战，明白大多数麻烦都是暂时的，不值得过度担心。这种特质反映了你内心的稳定和成熟，它能让你优雅而沉着地驾驭生活的起起落落，给你周围的人一种平静的安全感。第18个特质，尊重自然和知识。你对知识和大自然的热爱是相辅相成的，你在阅读和大自然世界中都能找到安慰和灵感。书籍是你通往其他世界和时代的门户，提供智慧和视角，而大自然的宁静背景则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联系与和平感。这种知识和自然的结合是你老灵魂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它象征着你对理解和成长的追求，也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渴望。在静谧的森林里，手里拿着一本书，你会在学习与存在、思考与感受之间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这对你作为一个老灵魂的旅程至关重要。第19个特质，与更高的自我有着深刻的联系。作为一个老灵魂，你与更高自我的连接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这对你来说是活生生的经历。你会比普通人更容易感受到来自高我或守护者的指引。你经常进行内省和进行精神灵性实践来加强这种联系。这种与你更高的自我的联系引导你做出决定，
并理解你的精神之旅，你可能会发现这种联系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直觉，一种内在的声音，或者一种来自内在的指导感，就好像你有一个内在的指南针，帮助你在生活中导航，使你的行动与你灵魂的目标保持一致。这种与你的高级自我的强烈联系是你就灵魂本质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使你能够过一种真实的、精神上充实的生活。所以，很明显，成为一个老灵魂不仅仅是一系列的特征，而是一种深刻的生活体验。作为一个老灵魂，你的旅程是独一无二的，你会用一种常常让人感觉仿佛过时的智慧，一种将你与世界深深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情感，以及一种追求比眼睛所能看到的更多的精神来驾驭生活。你对孤独、自然和简单的生活乐趣的欣赏，使你在一个经常感觉快速而短暂的世界中立足。当然，你的道路有时会感到孤独，但请记住，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的同理心中，在你与生活和更高自我的直觉联系中，你持有一束光，它不仅指引着你，也指引着你周围的人。拥抱老灵魂的本性，它是一份礼物，一种召唤，一段通往更深层次理解生活和你在生活中的位置的旅程。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灵魂觉醒。愿你不断的修行奉献，提升自己的灵魂层级，唤醒更多的灵魂，共同走向光明与智慧的未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